双 ，IP 战略发起者张杰。大家好，我是国乐无双 IP 战略发起者张杰，欢迎大家收看《国乐无双》。本期的主题是光影，谁能拒绝这首 OST？ 那说到影视 OST 呢，我自己也有很深的情感，很荣幸曾经为不少的作品献声，比如听琴声萧萧，该忘的忘不了，红尘困住我年少。听你呼吸里的伤，听你心跳里的狂，听你怀抱的暖蔓延过山岗。还在光影里唱过《无悔的守护》。You are my pretty sunshine， 没你的世界好好坏坏，只是无谓空白。每一首 OST 都是一段故事。这次在这些熟悉的旋律里，我们用不一样的编写去重温那些荧幕往事。让藏在光影岁月中的经典华语旋律，跨越时光，继续奔赴下一段旅程。哇，杰哥，哇，杰哥，朋友们，耶！春很帅哦。我结果刚才听你这，你为什么不把它收编呢？就不要当那个战略，直接跟我们送队。加入你们队是不是？对，杰克是发起人，好聽啊佢。好聽的在那裡，小善。好喜歡依純呢首歌。對，上次你唱假愛。甲魚啊，甲魚。甲魚不是王霸嗎？这么直白。那首歌叫《假如我們還愛着》。變成粵語版，對不對？不如你們唱一下啊！哇！1、2、3。假如你懂得為何我這麼難過，為何晚上日暮之前回到我身邊？為何我們還愛着你？我又說遠了，緣分把山都破，我們的相處已經還給時間。好好聽啊！我的这个座位绝了，我的左右声道这个太棒了，我这个是环绕立体声的，这么近距离。兄弟，把它收過來。当然，好听的也不止现在这几句。经过无双唱将的完美演绎，国乐无双2期节目已经展示了16首歌曲的舞台，并贡献了很多名场面与热搜。我看到你的，你帅。哇，就是这个点击率马上那个哇就上去，不是故意的，不是故意的，那就是舞蹈的一个动作，就是那个不经意的那个。是。那我也有看到小善的那个神图舞，那个超美的。灯光老师夹鸡腿。小宋，你那个三伏佑一上线了20分钟，收藏就是300万。哇哦！这些就是流量了，是吧？顶流。数据流量这个离我太远了。那节目组又会给本期节目带来哪些惊喜？给我拿个东西。欢迎刘惜君来到这里。
和我一起聊聊歌曲。大家好，欢迎杰哥好，杰哥好，欢迎。哇，陈总，我觉得在这做应该是 OST 的半壁的江山应该是有的啊，大家都有这个 OST 的各自的一些战绩。好的电影配好的 OST， 其实都是相辅相成的。你们这2周回去有看什么电影吗？或者是电视剧啊？哎，我有看《给按摩的情书》，好像是潮州话的歌，好好看。因为我是潮州人，所以就仿佛是看到出海的我爷爷赚钱回家，那我奶奶是一手带大我家里面我爸爸、我叔叔，就是姑姑这样子。所以就看到当年我父母跟我说的事情，现在就重现在荧幕上面，哇，我哭到猪头一样。最后，看《风驰人生》。因为我喜欢车，我觉得这个也很感人的。沈腾在里面表演很棒。我之前看了一个主角。哦，也很火嘛，就是菲姐唱的。对，然后她也挑战了这个秦腔和陕西民歌的一个融合。也是韩寒导演吧？主角是韩寒的导演吗？飞驰我。不是，我们在聊主角了。我们已经聊下一趴，我们来下一趴了，小春哥。真人秀都快结束了。春哥，我们是一对的吗？哎，我们声音很小，你没听到。我被小春哥笑的眼泪要笑出来了。但我的一些 OST 都我是自己演的，演完自己还得要唱的。那就必须你来唱，因为比如说《友情岁月》，那但这个不是我的。对。那我们2个是我在聊那个你。哇，我跟小春哥真的是很合拍哦。我觉得 OST 带给观众更多的是记忆当中的一些美好嘛。当那些经典的音乐响起来的时候，大脑当中就会闪回到那个剧集或者那个电影带给我们的那种很美好的回忆。这个非常有意义的，第一是把原本这个很好的电影可以重新给介绍给不同的人，那这个 OST 重新翻唱，可能是他们喜欢的歌手去唱，那就会让他们去看这个电影，我觉得是很好的事情。大家聊了这么多，就是你今天来也是要进入到两边的队。OK。在你面前有2个颜色的剪唇小剪玩偶，选择李宇春队，请拿起蓝色的剪唇小剪玩偶；选择宋亚轩队，请拿起紫色的剪唇小剪玩偶。我可能还是会选春春姐吧。哦，觉得春春姐这边熟人比较多。取名字了，我们要改吗？可以不改。春之颂。可以。喂队长，你要我问一下，你们这次什么？我啥都没说。你们到底是唱什么歌呢？快歌还是慢歌还是？火药味马上就来啊！我们已经开始打探对方的消息了吗？大家交流一下，不是很就对。乱世巨星。对，今天晚上是。是吗？哎，有人唱，今天有人唱，有人唱，哎哦，你们什么也没听到，好像有一些讯息哦，即刻封云我。老规矩，进入剪唇超顺时刻。先给大家讲一下规则，待会儿我会请2队分别上来进行这个游戏，谁完成的时间短即为获胜。请注意，获胜那一队将会获得对今晚排兵布阵的特殊权益。哇！我试一下。好，来欢迎小春，开始了。哎，不错不错。它还需要有音效来搭配，有倒计时的感觉。好，哎，来了，胜利在望。OK， 过最后1个月没有想象的容易，对不对？一去一不成功，我手抖。吃吧，加油！开始了，
哎，对，很好，是比时间的啊。对，在需要慢的时候慢下来，非常的好。好的，过了第一个 U 型弯，漂亮。哇，好快哦！出来，慢慢出来。好，碰终点。恭喜李宇春队长这一组获得超顺特权。这个特权的使用将在舞台上揭晓。祝各位无双唱将今晚演唱超顺，怕蔗糖喝碱醇。现在买碱醇上京东618官方直降，放心买。舞台上见，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Let's go， 唱歌去喽！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简纯国乐无双，我是 CCTV 6电影频道的主持人蓝宇，欢迎大家。大家好，我是浙江卫视的主持人华少，各位晚上好。同时呢，我们也要以大家热烈的掌声欢迎来到现场的国乐作词人邓志顺、裴玉、陈焕仁、刘卓辉、许愿、张建辉、三本木和崔世璇，各位老师。欢迎你们的到来，谢谢你们为我们的国乐无双助阵。那么接下来呢，在无双空间的各位唱将们，请你们注意聆听，这一次我们的赛制有不同的玩法。啥意思？因为今天我们的比赛呢是要颠覆以往的积分的玩法，是采用3局2胜制。从这一刻起，两队的命运将掌握在对手的手里。两队的出场顺序将由对方队伍指定排布，由队长最终决定对方队伍本轮的竞演人选。但是由于人数差异，所以在第2轮升温曲的对决中，我们将会开启简纯挑战时刻。3人队的唱将将直面1v2的局面，并且需要在竞演结束之后，当即从2位对手当中选择1位的简纯中阈值归入到对方的总分。哦，不是我们选，你们让他们谁去，他们就谁去，对吧？可以有点紧张了啊！所以此刻，请两队立即开始指定对方队伍在第1轮开场曲出战的人选，并直接将战书投递到对方手中。两队，请开始。乱世巨星，他应该是改的很厉害的，因为Ivana他很多的创作的想法。对。破解呢，小宋，你觉得他是不是应该唱跳了？这次，这个对于我们来讲其实是未知的。小春呢？你是说他是看歌曲还是看人？先看人再看歌。先看人。你觉得他会把放我们怎么放？就是我现在反而我们要猜他们会怎么放我们，然后就知道怎么去对他。我觉得有一种感觉像我呀。为什么？我不知道，有一种直觉，说不好。他会把你放在头吗？我觉得不是你就是我。我觉得，我在想，小春不是那种逆思维的人，他是很正的，就是用歌的逻辑来说，春春的那个歌快歌嘛，所以他肯定是放春春的那个歌先去唱。哪吒蛮适合开场曲的。那不是，他适合是开场曲，我们不要给他适合开场曲。哦。小春哥，如果输了就，你现在是副队长。你经历过很多的 PK 了，没有，很多 PK 了，所以很简单对你来讲。我认识他，我觉得如果是让他们先用慢歌开场是比较好，然后就再来一首慢歌。好，慢，对啊，就慢到最后。好邪恶啊，我们。如果不邪恶呢？那小宋哦，春春对他，我也觉得当心唱，好好唱。前2期都是我跟他宿命对决的感觉。哦，是吗？喂，想好没有啊？喂，想好没有啊？你嗓子好好啊！你学好了吗？怎么样，你们？我们要交换信封了。这样，你们都交给我，我来交换。我不相信你们的，你们是一对的。好了，那就一手交信，一手交信。
啊，小心点啊。OK。哇，他最后这个笑声留得非常的阴险狡诈。报告队长，谁来了？怎样？哇，来，这么吓人吗？我姐，哇，怎么开场是我？你就好好唱吧。没事，队长，不用害怕。 Let's go。既然大家都这么支持我，那就勇往直前吧。那我开了，我开了，哦，哇！究竟两方选择了谁来正面交锋呢？让我们一起屏住呼吸，有请第一组无双唱将带来首轮的开场曲。 他们一位是热血摇滚少年宋亚轩，另一位是治愈系白月光刘惜君。我猜不到他是这样子想东西。我现在想问，其实他们排兵布阵是谁主意的？小宋还是小春哥？小春哥啊，我真的。 但是那个我就是觉得不是他，不像他。有那么笨吗？我刘惜君先来会好一点，因为他是第一次进来，所以他来会有一些无形的，应该是压力。好，欢迎惜君的加入，两位有没有猜到对方会派谁出场？没有哎。 其实，在我们把信封交出去的那一刻，我觉得我有可能会是第一个出。哦，一起加油 ！Good show！ 现场的各位无双乐迷们，如果在歌曲演唱的过程当中，他的歌声戳中了你的心，别忘了点亮手中的月球灯，为他送上你的简纯忠义值。接下来我们将舞台交给宋亚轩。 有哪一首 OST 最让你上头？那个。千年是最后的千年，我们永不说再见。燃烧热血红酒最后一圈。超市武装的主题曲，还有那个国宝特工，肥肥胖胖是太阳，鼓鼓当当是山岗，风风光光小路上三个吊儿郎当，很洗脑。 好多歌都是我看那个动画片学来的。这期我选择唱破茧，之前在王牌的时候也唱过这首歌，当时张韶涵老师也在。你为什么会想唱破茧这首歌呢？因为很多的作品都有很多三部曲，国乐无双的三部曲，就是我从胆小鬼，然后到破茧。 一个是对过去自己胆小，然后那种总结吧。破茧就是自己现在正在羽化成蝶，也在勇往直前。哎，弟弟，类似摇滚嘛，稍微让嗓子，对，对，类似，就是如果能给一点。 哎，其实你的混声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哎，这多好听啊！不过是破茧是一首爆发力很强的歌。没事没事。我希望用更有力量的一个声音状态，来更好的诠释这首歌。老师，同样的地方我们再试一遍啊，谢谢。辗转时空会挫伤，会心痛。 依然奋勇去战斗。这句词就是展现了那种遇到挫折不害怕，然后敢于挑战，不害怕面对失败的力量。回首，你在我左右机会，你在我左右机会，命运的诅咒，让故事不朽，对，不魂再放肆狂游，受苦。 你将勇，哪怕未来如洪流，也不曾退后。哎，那个哪怕很好听，你自己有感觉吗？有。对，我觉得这是一首很励志的歌曲。
我觉得励志歌曲在音乐世界里就像是肾上腺素。正好今天节目播出是高考的日子，然后希望观众看到了能够从中获得力量。祝全部考生金榜题名。Let's go！谁的心弦，留恋却来不及告别。如何结局今生惨烈？无惧在逆风中破茧。就算那羽翼被撕裂，重回到19岁深夜，牵你手往前走，黑夜白昼不停留，辗转时空会锁上，会心痛。依然奋勇去战斗，才叫英雄。抬头，乱与战不休，回首，你在我左右，击溃命运的诅咒，让故事不朽，武魂在放肆狂涌，守护你一腔有勇，哪怕未来如洪流，也不曾退后。在噩梦中睁眼，直面这残忍的世界，风拨动了谁的心弦，留恋却来不及告别。如果结局今生惨烈，无惧在逆风中破茧，就算那羽翼被撕裂，重回到19层深渊，牵你手往前走，黑夜白昼不停留。辗转时空会锁上，会心痛，依然奋勇去战斗，才叫英雄。抬头，乱与战不休，回首，你在我左右，击溃命运的诅咒，让故事不朽，武魂在放肆狂涌，守护你一腔有勇，哪怕未来如洪流，也不曾退后。左吹不右手的早，双生的烈焰出鞘，绝处逢生，剑招拆招。抬头，乱与战不休，回首，你在我左右，击溃命运的诅咒，让故事不朽，武魂在放肆狂涌，守护你一腔有勇，哪怕未来如洪流，也不曾退后。水壶右手的草，双生的烈焰出鞘，绝处逢生，剑招拆招，也不曾退后。我觉得小凤唱得非常好，而且今天他的歌，我觉得 power 也很足，就是年轻人该有的那种热血是有的。那首歌挺适合男生唱，而且还是他这个年纪的男生，长出一点小尖牙的感觉。对啊，就是那种感觉。斗罗大陆，因为我小孩有打游戏嘛，所以我都听过一首歌，小宋的那个舞台，不觉得是游戏的 OST， 就是好像一个年轻人去唱一些希望奋斗的故事这样子的感觉。谢谢曾亚轩带来的精彩演出，接下来有请刘惜君。
帕蔗糖和碱醇，国悦无双由君乐宝碱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国悦流光碱醇无双。本栏目由北欧豪华长续航混动 SUV 沃尔沃 XC70指定播出。上 Z 世界 APP 看纯享舞台赢节目录制门票，成为 Z 世界会员，更多入场券、亲签照等你拿。我很快乐这个歌，大家知道它算是我的一首代表作，然后它也是非常多年前的一首歌。我记得那首歌是刘惜君老师第一张专辑的歌曲，当时我身边许多朋友铃声都是这首歌，他们一打电话我就能听到。我觉得刘惜君老师在 OST 这个领域算是独霸一方吧。赘婿啊、楚乔传啊，非常大火的电视剧的主题曲啊，都是他去演绎的。你有这么多 OST 歌曲，为什么最后选择了《我很快乐》来改编？因为我觉得《我很快乐》比较特别，跟我们的常石磊其实是也有一些缘分在，因为16年前的这个普通话版的《我很快乐》，其实石头就有参与和声的那个部分，因为我整张《爱情花园》是我的人生的第一张专辑。16年之后的《我很快乐》的这个粤语版的话，让他来制作，我也觉得就是一个再续前缘，非常的开心有这样的机会。有一句歌词可能在台上需要试一下才能知道 O 不 OK， 所以我想先试一下那句歌词。身心上亦能回血的我，再荊棘等於愛慕。我覺得我可能還是更喜歡我後面改的那個版本。心上亦能回血的我，踩荊棘勇敢撲火。只有在站在台上唱出來的時候，你才能感受到它的那個力量感。就是你踩完荆棘，你还要冲着那一团，就是可能会烧着你的火去扑，就说明你的勇气。我觉得那个力量感会更强。在经历了很多之后，我觉得就是人一定是会变得更洒脱，更不怕困难吧。当陈老师给你的一封信。惜君节，展信佳。惜君的《我很快乐》普通话版是可惜不是君。是痛惜失去你。惜君的《我很快乐》粤语版，我想写成爱惜我自己。惜君这2个字，年轻时听来像一首情歌，痛惜某君，惋惜某种爱，珍惜一个已经远去的人。16年后再唱，我希望他能轻轻转身。从前痛惜某君，如今爱惜自己。我觉得真的非常用心，很谢谢陈老师。因为他在一开始思考这个歌词的时候，他就想了很多方式，怎么样把刘惜君和我很快乐让大家记忆更深刻一些，或者更有专属性吧。大家会在副歌的地方听到有一句叫做名字只得一个，痛惜你浪费梦。这句歌词里面藏的就是我的名字惜君。我想向大家传达的就是大家一定要比16年前的自己更勇敢，然后刘惜君也是比16年前的自己更好了。
谢谢。现在特别的朝着阳光。这首歌的原版，它其实是比较伤感的。金姐这一次的改编，有一种释然的感觉。刘星姐姐唱得好好，压力还挺大的。原来变轻快了，不用怕，怕啥了？多大事儿！希君作为新加入的无双唱将，16年后再次唱你的代表作了，有什么不同的心境吗？底下年轻的朋友很多吧？你们能想象16年之后的自己会是什么样子吗？对我来讲，经历很多很快乐的日子，也经历很多的磨难、辛苦的部分。当年是不认输的小女孩，现在的我依然不认输，但是我长大了，知道爱自己的方式，就是我们觉得还是要从自己出发，不管多爱某一个人，都要先爱自己。其实你看啊，这也代表一种成长。我们俩认识是08年的时候了。对。用他自己话说，长大的女孩啊，说的话比过去多了，愿意跟人交流了。当年好像是一种倔强的一种态度，但现在唱的是一种自洽。虽然社恐，但是也会勇敢地说出第一句话。希君原来是社恐的呀，超社恐，就是因为这样，我所以没有选雅轩的队伍，结果变成了对抗关系。亚轩，今天的这个作品对你来讲会有压力吗？会的。第一次在这个舞台上尝试这种风格，摇滚，这种励志的歌曲，因为最近是高考季了嘛，来鼓舞大家。高考顺利，破茧成蝶。祝天下考生都能有好运气。今年对你来讲也是很重要的时机，对吗？快毕业了。是的，是的。谢谢。那如果在你的熟悉的歌里面挑一首歌对应现在毕业的情绪，你会选什么歌呢？杰哥的《勿忘心安》吧。勿忘心安，我差点流泪了。一听到这首歌，我就满脑子的感动，因为我小时候就非常喜欢这首歌，经常唱这首歌。多小，请说出来。小时候我也很小啊，我们俩一起小。不要再逗留，人心太拥挤，被混乱的游戏，我是真理的命运。OK 了吗？要收版权费了。好听好听，意犹未尽啊！你可以用不同的动漫角色的音色给我们唱几句这个破解吗？那我熊二吧。抬头乱语占不休。好难啊！米老鼠。Miska Muska， 抬头乱语占不休，回首你在我左右几回。曾志伟啊，我是米奇老鼠。对呀，黑了，你不知道吗？米老鼠就是这样说话的。米老鼠说话吗？米奇妙妙屋的米老鼠是说话的。哎，1、2不过3，咱们再来最后一个，好不好？再来最后一个。老爹。抬头乱语占不休，回首你在我左右。对不起，张韶涵老师。第一组啊，完成了对话，有信心为自己队伍获得更多的简纯中译值吗？有，冇問題。濕水啊！梗係有啦，當然有啦，当然有了。这还仅仅只是开场，让我们再次谢谢希君，谢谢宋亚轩，谢谢。亚轩今天的舞台非常棒，他从主歌的收着压抑的唱，到副歌的爆发的唱，再到最后面还来了一个撕裂音。我觉得能把摇滚唱出层次感的，并不是很多人能做到的。我觉得他更加发挥自我了，就把自己完全释放出来，就完全是那个破茧的一个状态。刘惜君这个编曲就是一个升值版的《我很快乐》，他这一次
的演出用了他比较高雅的一个版本。这首歌是写出刘惜君非常女性化的那个外形里面的非常有劲的性格。惜君呢，他普通话歌也好，粤语歌也好，他是一把双面刃，左边能砍，右边一样能把你砍掉，很危险的一个歌手。由于人数差异，所以在第2轮升温曲的对决中，我们将会开启简纯挑战时刻。3人队的唱将将直面1v2的局面，并且需要在竞演结束之后，当即从2位对手当中选择1位的简纯中阈值归入到对方的总分。接下来呢，请无双空间的唱将们立即商讨决定对方队伍升温曲出战的唱将人选。请注意，因为在之前呢，简纯超顺时刻粤语继续升级组赢得了权益，所以呢，在这一轮升温曲指定对手的时候，你们可以获得额外的优势。我们要恭喜粤语继续升级组，本轮对面只能够指定你方1位竞演的无双唱将，剩下的1位由你们自行决定。那要不我们先想想我们想让谁去好了，如果我们可以定一个人的话。你刚才不是选橄榄树在中间吗？你要不要跟着你刚才那个选呢？让他们先用慢歌开场，然后就再来一首慢歌。好，慢，对啊，就慢到最后。我觉得可以，那就橄榄树吧，再来一首慢歌。我觉得挺稳的。想对他说什么？随便都好玩而已，是吧？橄榄树上很快乐，橄榄树上有哪吒。橄榄树上会长茧。小善问你敢不敢？可以。哎，帅不帅？很适合你。橄榄树上会长茧，小善当然来挑战。我敢，我敢，我敢！加油！加油！其实就是2选1，我们就是给他们一个空信封，不可以这样玩吗？哎，我觉得可以。你说把这个给他们，一肚子坏水，就有点不太公平呗，对吧？队长，你要决定哦，不公平这个事情要不要做？嗨，你们选完了吗？选完了，接招吧！是他抢走的，是他抢走的，他抢走的，我们，哇，队长，我不看，我没有看，我没有看，谁来看一下？这样好吗？我们没有看就没关系。什么意思？怎么了？拿回来。什么东西？把属于我们的还回来。你们不是看了吗？空白啊，怎么看呢？别动我们了，快求你们了。我们并没有打开过这个信封啊，我们并没有打开，这是你们的，这是你们的。哦，那 OK。我们并没有看哦。我相信你。那我们现在填。OK。填谁啊？填谁啊？唉，真的是啊。我们根本就讨论不好的。我们是因为没讨论好。OK 了。队长。现在对决即将升温，简纯挑战时刻正式开启，3人组唱将将孤军出战，直面1v2的局面。让我们掌声有请3位无双唱将开启升温曲的表演，有请他们。加油加油加油！我们上！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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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位是心向远方的旅人单依纯，还有一位是爱的注解杨千嬅。哇，果然。一
一位是侠义歌者陈小春。请两位姑娘别欺负我了啊！哇！我们把舞台交给粤语继续升级组的无双唱将单依纯。作为 OST 中，请你通过看评论猜一猜是哪一首 OST。单姐和烟火有点缘分，像烟火爱过吗？沧海醒过来，多少悲岭四山脉，星汉灿烂。生死与人寰，有志者心生志在。这个打一下歌吧。余生续写的诗，每一笔都是你的名字。再重来一次，也会记得爱你这件事。在长路之前，他的联系。挺多首可以扣主题的。这次为什么不用自己的歌，而是选择了橄榄树？因为橄榄树我在去年的时候就有想唱了，它一直在我的歌单里面躺着。然后这一次主题正好是 OST， 所以就让我想到齐豫老师这首《橄榄树》。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觉得齐豫老师的声音就有点像天上传来的声音一样，有一种非常辽远、很治愈、很悠扬的感觉。再加上三宝老师写的这个橄榄树的词，歌里面说的橄榄树，它并不是一棵具体具象的一棵橄榄树，它其实代表的是我们内心的向往和理想。所以我可以把这个橄榄树描绘成我自己心里想象的样子。做橄榄树，我是非常兴奋且享受其中的，因为我有一个还算挺明确的这首歌，我想要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气质，什么样的味道。喂，其实我脑子里想的是，它应该是一段很刺激的音乐，我还是希望它是有鼓的。其实我给你发一个参考，或者是某种感觉吧。我可以试试看，没关系，你让我试试啊。好，你感觉吧。我觉得很好的词就是可以带给人们想象的。我没有动三毛老师的词，因为我觉得他歌词写的很有意境。这个词的结构我们有把它拆解开的，很大一部分原因也是因为我们的音乐它有自己发展的路径。当然了，我们比如说也有重复，像不要问我从哪里来，不要问我从哪里来，这两句词有一点像我在心里面一直跟自己说，不要问我从哪里来，还有什么我并不知道，但是还有。因为橄榄树的确大概有成千上万个版本了。对，后面还没有做嘛，其实我们现在不太知道它会走到哪里。不知道。但我觉得可以到处溜达。对呀，因为是流浪嘛，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风景。而且流浪有的时候并不是一件不好的事情。是的，对，它其实也是探索。是的，我们每个人一生其实都在流浪，因为每个人他都在追寻自己心里的精神上的归属。但问题是，我还是想找一个更好的和弦。我觉得这个和弦。我觉得他不够帅。问我从哪里来，橄榄树。对。好吧，很像像你有一次唱的那个。如果爱忘了。好像是完了，我突然想到什么。问我从哪里来。这里有。Thank you。没事。怎么回放呢？你会吗？你有本事就点进去啊！有点进去。
我喜欢，反正是梦中的橄榄树嘛，什么形态都是可以的。感觉只要闭着眼睛，就啥都有了，就啥都有了。对，是的，是的。因为可能这首歌在很多人的心里，对他们来说是有情怀的。我觉得我作为一个歌手，我希望我唱出来的是我自己心里的声音。因为我处在20多岁的年纪，至少在我这个年纪是，其实天地都还在，其实谁都没走开。所以我的橄榄树，我的故乡，它一定不是在身后的，它一定在某个我还没有抵达的远方。我觉得确实每一个时代的人们可能会面对不同的困境，可能会有不同的思考。其实大家对未来都是迷茫的。我希望自己在唱这首歌的时候是一个向前的姿态，不知道去哪儿，但是我要向前走。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
哇，好厉害啊！这完全是唱的就是天上的小鸟一样，哔哔哔哔哔哔。我就觉得小善唱歌不在现场听都太遗憾，他自己的唱也非常厉害，很喜欢这个表演。我觉得单依纯的出现是华语乐坛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现象，他在之前的歌手里面甚至找不到任何的 reference。接下来让我们有请3人组的陈小春来到舞台上。本次 OST 主题，你选的歌是什么？借过一下，在那个歌里面的一些咬字啊、发音呢，我觉得挺帅的。让我到最长天堂之上。借过一下是《庆余年》第2季的片尾曲，原版的歌词很潇洒通透，表达的是男主范闲他在充满荆棘的权谋世界里初心不改的态度。我们现在这个借过一下是。主要就讲那个指鹿为马。这个世界上实在是太多颠倒黑白、指鹿为马的人和事了。只要我们坚持初心，一直向前走，我们可以跨越千山。有一句是我数亿过泥潭，突然间汪大人饶恕我搞不懂，原来是那个是《庆余年》那个戏里面的那个大人的一个。因为我喜欢那段啊，望大人饒恕我，不會折返，踏破逆境無限。我覺得是很有力量。這首歌想傳達什麼？我覺得有時候人會走進一個胡同啊，就是其實胡同裡面你轉個彎，你就出去啊，堵住就往那邊走咯，沒有左右就往後退咯，前面沒有左右沒有，那你從哪裡進來的啊？我下面就往下面走咯，就搞不好有一片天出來，哇，下雨了，哇，不用擔心，我反正都雨都濕過了，這樣子去理解會開朗一點，唔使驚，個人嘅關係。我們有互相深入地探討過這首歌詞的意義，所以我覺得到時候出來的感覺，我很期待會怎樣呈現。就真的好意思了，粵語版這個歌就歸我了啊！普通話版還是繼續向你學習啊！你願我要放低，偏不相信命數。世界太闊太廣，誰能攔住那路？表面清與高，心裏驕有躁。你期盼那個好，小丑般老嘈。你最愛放冷槍，吹中嘩眾怒訴，暗裏惡意中傷，笑裏藏着尖刀，手上爭與搶，嘴裏給無告，慣了要去攝位，都始終徒勞。無懼你又對綠叫做馬吧，借過一下，孤身佔越千山，再度險關，我數已過泥潭，望大人饒恕我，不會折返，踏破逆境無限，終相試着兜彎，要路寬坦，何來捷徑你揀？狂瀾來力挽，虧欠我的你必奉還，道不同路千種。
人追夢，逐清風，何情人你不懂？對惡意去挺身，犧牲總有代價。笑你最愛去演，誰無瑕沒有吧？黑白邊遇到，守我心未吧？這個半寸擦身，收起指教吧。孤身穿越千山，再渡險關，我數已過泥潭。夢大人要恕我，不會折返，踏破逆境無限。總相試着兜彎，要路寬坦，何來捷徑你揀？即狂瀾愛力挽，虧欠我的你必奉還。道不同，路千種，何必來說相從？人追夢，逐清風，何情人你不懂？哪怕個泥間，污跡掂我心，難你未陪你爭快樂，看世上明暗。初心哪會減？與浪月同我到變幻。好像在演一出戏，突然之间雨就落下来了，然后他头抬起来，非常的有气场，然后很有锋芒，很有魅力。小春哥今天有点大杀四方的感觉。小春哥的眼神啊，对，就很有杀气，红彤彤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杨千嬅为大家带来电影《心动》的同名曲，有请。听说您在节目中的选曲组合起来是您的人生三部曲，是吗？我来3期嘛，然后我就想，我怎么可以统一一下，可以在自己的部分有一种小小的概念的创作。我就想，不如我就说，人生有3个很重要的课题，我们需要去一辈子都要学习的。第一个是爱，第二个是勇气，第3就是耐性。上次是关于爱。这个是勇气。今天的主题是 OST， 你想做一首什么样的歌？因为我从小就是读女校，就是看电影啊。我第一次就是在这里见到你。哇，好帅啊，男主角，然后就很善目积极，哇，很浪漫。我突然一种回忆回来了，我就想，哎，为什么我不唱这个？这个都是 OST 来的哦。姐姐觉得《心动》这首歌和勇气有什么关联呢？心动本来这个歌词里面就是有一种成长的经历，一种爱情的遗憾。从前是在心动当中的那种患得患失的那种，其实那个是自我的心态。有一些事情你不甘心或者是不服输、不忿气，但那个还是在纠结嘛，自己也是会困在这个事情上面，没了自由。去到我现在中年，我发现。原来我要学懂勇气是接受失恋或者是遗憾，那个勇气更大。肯定人要走到尽头啊，真的没了，放下了，那你才可以真的会再出来。这个情绪的尽头反而会重新开始。就想问一下姐姐的生命中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最佳损友？那个应该是爱情吧，就是你自己心态。
也不需要标签他是怎么样。有一天有想起一些很久没见的，你打个电话可以联系上，证明你还有缘分。但是你觉得你联系不上啊，那这真的没办法。这首歌理论上只要有一个很好听的钢琴一直跟着你，弦乐四声奏能够跟着你，其他有的东西都不一定非要要。我觉得挺好的。前面是那个可以小一点。对，如果前面你都没有問題的話，就一上來4、3、2之後就唔使 click 啦。好啊。無謂老句放手。我喜欢他这个人，他唱歌用音乐去表达故事的时候，让你有一种安全感，就是因为他在跟别人交心，让很多人在听他说那些故事的口吻中，去跟你交流的那种姿态的时候，这是很多粉丝很爱他的点。所以我们穷尽一生去追，其实追的不只是为了结果，而是那个过程，希望我们会累积勇气，将过去提升到现在，现在也是未来这一种方向去唱一首《心动》。還有興趣堅持，用盡志氣堅持，淪為絕望愛情瘋子，用掉理性的鎖匙，何以用到消磨心智，但沒勇氣淺詞。曾痛到愉快時，到今天寧願放過彼此，無謂無懼放手，別追究，已是已走到盡頭，還給我自由。我愛到這麼可歌可泣，便足夠。痛覺也更深厚，再渴想長久，得一顆紅豆。有一天回首，不需分有沒有。時而走到盡頭，還給我自由。我到這刻必須解開心動的咒，當你最佳損友，再渴想長久，得一顆紅豆，已破釜沉舟，不需分有沒有。沉醉過再分離，憾事也叫一場好戲，留遺憾在眼前，這麼凄美，其實勝過一起。
好好听，很感动，让我很感动。很喜欢千嬅姐这个版本，像讲述出来一样。好似聲啊，佢把聲有故事感，我根本就忘記我在聽他唱歌，我好像在看他演了一幕戲，非常的打動我，就特別的讓我覺得楊千嬅的情歌還是了不起。這首歌最後面的一句歌詞，留遺憾在眼前，這麼凄美，其實勝過一起，這一種遺憾美學，是我最喜歡的一個段落。再次把掌聲送給3位。掌聲送給你們，應該是你們辛苦了，謝謝。千嬅姐來到國樂無雙，第一次唱的是《愛》，是單依純的歌。對，都是假如我們還愛着，就是關於愛。但是他那個階段的愛，跟我們現在回頭看“愛”這個字的意思，我就回想我年輕的時間，如果是遇到這個愛情，就是會怎麼樣呢？比方說，如果是我可以每一個階段都擁有過一種感覺。第一個是新紮師妹跟 Daniel 的，是每一個少女的一個夢想，就是遇到一個那麼帥的一個英雄。然後走到一半的30多的時間，那套戲叫《每當變幻時》，就是那種心動變成一種遺憾，錯過的時機就沒了。到後來我就遇到那個春嬌與志明，就學懂其實人生不用想太多，就是愛情是沒有限制，只要你可以溝通，找一個人可以懂你的，讓你做自己，就是超越心動，你才可以願意跟這個人一起。所以我希望可以3個舞台，就是去表達一下現在的我對於生活或者是人生的一些命題要什麼去學習呢？就是愛，勇氣跟耐性，就是我們永遠一輩子的課題。千嬅姐的老公是誰啊？丁子高。丁子高哦。我也說，我肯定是對我老公心動，我才會結婚。心動很多，你可以人生一輩子試過很多遍，但是最後一遍就是那個不只是心動，而是一種震撼，就是超越心動，你才可以願意跟這個人一起。我孩子他就是討厭每一個男主角，因為他覺得他只有一個爸爸，我應該只有一個老公。我孩子每次都會給我一些小的 surprise， 可能他現在長大更懂怎麼去溝通。在母親節當天，他會畫一個卡給我，就是說 I love you 媽媽。哇，真的，他說什麼我都心動了。剛才呢，單依純為我們演唱了一首經典的歌曲《橄欖樹》，這是來自1979年中國台灣的電影，叫做《歡顏》，其實也是講述了年輕的女性面對人生、面對愛情的一種選擇。今天在唱《橄欖樹》的時候，完全是一種不同的詮釋。我們先請依純來和大家分享一下，為什麼會選擇這一首經典的 OST。其實我之前就很想唱這首《橄欖樹》了，因為太愛這首歌，它的旋律、它的歌詞太美了。我覺得這一棵橄欖樹，它可能不是具體長在某個地方，它在我們心裡，它在我們腦海裡，它可能是我們這一生會去追求的理想。所以我在想，我要唱這首《橄欖樹》，我要怎麼去畫這棵樹？我其實並不知道這棵橄欖樹具體是長成什麼樣子的，我只覺得它好像隱隱約約在我的前方。所以這首歌，大家聽它的氛圍會覺得好像有一點點迷幻，就像我不知道我的未來會怎麼樣，好像很茫然，就是因為它有太多的未知了。前面是迷幻的、未知的，那麼到結尾的那段吟唱，太好聽了，對不對？我們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啊！我覺得現場仿佛掉根針的聲音都能夠聽得到。單依純用自己的清唱帶我們去到了遠方，就像我說，我的遠方它一定不在我的身後，就在前方。它非常的乾淨，它非常的純粹。我覺得這是我自己心裡的聲音。真的要謝謝，特別謝謝石頭哥，因為彩排的前一天凌晨，石頭哥都還在幫我改編曲，他真的很辛苦，因為他要
顾及非常非常多歌手，他每一个环节他都要去抓，所以真的很希望大家喜欢。爱你爱你。小纯老师这个歌都看过这个电视剧吧？之前我听过一下，啊，听过一下，但没有是完全进去里面。10天以前知道要唱这个歌，然后就听，哇，准确的描述了10天啊。加上这次的歌词上面，那个山本武老师也是个最大的功劳，因为上一次我第一次唱那个也是他写，所以就好像是叮，就是叮。这还好，山本武老师是写的非常的很好，就是不停在听，所以就我真的是从你的表情读懂了你的意思。没办法，因为你讲话是那么有文采，我不太会讲话，有时候就会留白一些，让大家想象一下，我觉得也不错。小春哥是一个怎么说，有一点顽皮的，特别有幽默感的，我会觉得非常加分。这个歌词里边还有一句叫“形势再恶劣，我仍不会低头”。您自己在演艺经历当中会有这样的情境或感受吗？我记得有，因为我以前的经纪人是许愿 ，Thank you。他曾经讲一句话，他是你别管那些有没有一些你做完那个事情啊，得要有一些干嘛？做完那个事情得要干嘛？他不要想，往前走，做你要做的事情，这些自然就会。这句话我觉得是许愿教给我了，所以 Thank you。我跟他说，要做对的事，很坚定的做，那你就不会错的。他每一次都听我用最乐观、最有正能量的方法去面对，所以每一次都非常好的结果。许愿是我第一个的，他算是我伯乐。我们去学唱歌也是他找一些老师回来教我们唱歌。以前我们学的普通话，他也是去北京找一些老师教我们讲普通话。为什么没有啊？不要考虑，你往前弄好的东西，自然就会有。都是因为他才会有我今天小春。谢谢许愿老师。有一件事特别重要，陈小春老师，你要在他们2位当中选择1位，计入粤语继续升级组的今晚的简纯中艺值总分。首先上一次呢，我也是碰到这个问题，我还是不懂。他们谁分数比较高呢，我就选谁是吗？选他们进来我对啊？不是。哎，好啦，我真係聽唔明啊！佢而家咧就真係咁嘅，我哋2個咧，你淨係可以揀一個人嘅分，梗係摟走高分嗰個，唔好入落我哋 account 啦，咁你咪會輸咯。係啊，佢係呢樣啊。咁如果我選佢，唔選你嘅話，咁嗱，我唔驚面子呢啲嘢，我唔驚嘅，因為呢個世界咧成日都有同分嘅。係啊。說不定我們2個是同分，所以你現在呢選一個出來啦。好了，我跟他比較熟啊。選。他是選我。好。確定哦。確定。對。好，楊千嬅老師的簡純中藝值納入到他們組的最終成績。我們謝謝3位，有請3位回到我們的無雙空間，謝謝。帕遮糖和简醇，国悦无双由君乐宝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国悦流光简醇无双。
本栏目由北欧豪华长续航混动 SUV 沃尔沃 XC70指定播出。一家人善赢天下，满城荡漾善文化。感谢嘉善县人民政府嘉善硅谷制造小镇的大力支持。我出发了，加油，加油，好嘞，加油，队长加油！风火轮转起来。好的。Do it. Let's go. Thank you. 我觉得就变压力，因为就到最后，而且已经一整个晚上。但是呢，我会尽量让大家快乐的享受这个歌。这个夜晚就是在不同的剧集里面这样穿越的一种感受。我希望大家还是蛮投入和享受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第3组无双唱将，他们一位是拒绝定义的灵魂李宇春，另一位是反转的自我王婉之。哇哇哇！哎呦，这么凶悍！导演问我今天晚上最期待谁的歌曲，我说我最期待婉之的歌曲。谢谢你哇娜，因为他今天选的这首歌曲，我觉得他有很大的一个改编的空间，尤其是他来演绎，跟他一起出现在这个舞台上，是我的荣幸。谢谢你，春春。我来这里就有很多很多的期待，因为每一个演出都是融合了背后很多很多每一个岗位，他都是把自己最好加在一起，然后才有每一首作品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美丽的事情，很美丽的舞台，每一个演出都是很美的，都是充满爱跟心思跟努力。我也非常的期待你的舞台。接下来我们把舞台交给粤语继续升级组的无双唱将李宇春。风吹的我光有2道火光。这个就是去年那个卡通那个主题曲。哦。其实我已经想了很久了，但选来选去，我最终还是选择了《哪吒》这首主题曲。它本身就是国漫之光，第1集的票房就非常的厉害，那第2集更是一骑绝尘，它有一个不可取代的一个位置。很多人说这就是哪吒本战士。对，我觉得是的，就是我们都是姓李，对不对？传说中的哪吒是在这个是个四川人，我来拉抓三太子。就叫我小朋友，只想是小朋友，有时比个人还要炙热的热。就叫我小朋友，还是那小朋友，快乐的心安理得。我觉得纯纯很可爱，就是有哪吒那股小潇洒劲儿。你们传说中说他不太爱讲话的人，但是他其实很爱表达的。bug 太大了，这真是一个7上8下的节目。假如啊，假鱼啊。好了，一个原唱自己讲不清自己的歌名啊，我们已经聊下一趴了。有没有觉得哪吒的身上有一些精神是你自己很喜欢的？我觉得他最主要的就还是他的这个叛逆和他的不认命的精神，就是他一定要我命由我不由天嘛，就是一定要自我进行定义。当然，我觉得新的这个哪吒的形象，他还有一些很松弛、很逍遥。放那个改版啊，胖胖。当你成长到一定阶段的时候，可能你的内核会更加稳定，所以你反而不是说以一种特别强硬的姿态去对抗，但是你的心中是非常的确定的。你无压力。这个确实没有那个心理负担。我希望说在舞台上面能够呈现出一个很松弛的感觉。春春唱哪吒应该会很有趣，因为他不就是哪吒吗？
很喜欢春春的歌声，就是把故事唱出来的感觉。我听了之后马上就感动了。春春很温柔的那个莲花出来的时候，我说哇，就是有些颠覆了那个本来那种想象。我觉得他希望呈现的不只是帅，他也是温柔的。谢谢李宇春，接下来有请春之颂队的无双唱将王婉君。Let's go, let's do it。老师你好，我就要演唱小春哥的《乱世巨星》。古惑仔这套电影都有非常多的戏迷很喜欢，跟我可能有一点反差吧。叱咤风云的这种感觉。我想不到你会想唱这首歌，因为本来大家对那首歌太经典了，会留下一个印象。如果我们要唱这首歌的话，那我们应该从什么方向呢？就是要保持那一种古哇的感觉，还是那这样会不会太搞笑了？所以我想，可能抓住是原来的广东词那些精华的片段，去融入我们新的创意的这个歌词里面。我就想了一下，如果加快会怎样？然后我就自己想象我自己唱过的 band sound， 跟现在这个《乱世巨星》的原曲的融合，就会變成一個好像 dance 一樣嘅感覺，自己都會想跳起來。用翻肥波兔嘅兵團出嚟唱咧，跟住我哋就好似係揀咗 count 啦。Yeah。就算出去劈住都係開心地出去劈嘅。我真係好乖呀！快樂豐盛，我有我的獨家竅門，亂世再橫別想敲碎我笑聲。我之前还说我要150这么快，150这个是音乐的速度，我觉得这个感觉就150差不多，我就偷偷的跟石头说，你真的蛮难的。音乐人在讨论歌曲快慢的时候提到的数字，一般是代表1分钟多少拍。抒情歌一般都会在速度在70到50，就是咱们秒钟走的那个速度。就是大概一个成年人睡着了以后的心跳。乱世巨星本来是100，吱吱的快乐风神146是什么？很快。好似急口令咁快嘅。这一句真的很密，而且因为是粤语跟普通话，我会卡住。我而家好擔心啲歌詞咧。他的那个麦克风的 compressor 再多一点点，好像清楚很多了。万芝老师的《快乐风神》这种很高难度的密集的歌词的挑战，其实很难。可以。我最看重的就是我当下有没有尽力去做好一个演出，如果做不好，就各种都会给自己压力了。哦耶！现在这个歌词是 have fun， 我们就 have fun， 快乐风神，我有我的独家窍门。
致敬那欢乐给的本能。那定海神针在星海久等，梦是张同行人，让不语不海转身，令我忘记我一定战无不胜，心返璞归真。快乐丰盛我的心动，那年爱恨换迎星辰，别管那些忙与笨，凡人可以占据世界，请大喊一声，别忘了还在恋慕的我们。在星海久等，是张同行者，让不平无海转身，我一定战无不胜，心返璞归真。快乐丰盛我的心动，那年爱恨境界星辰，别管那些忙与笨，凡人可以暂停世界，请大喊一声，当换了颜色有光的我们。快乐丰盛我的心动，那年爱恨迎接星辰，别管那些忙与笨，凡人可以暂停世界，请大喊一声，当换了颜色有光的我们。抖落的独家敲门，乱世在行别想敲碎我笑声，惊现是谁那种境界，更为我的神，唯独宇宙的快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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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唱两个阵，多舒服了。哇，哇，很 surprise 啊！之前感觉很难想象一个女孩子能唱这首歌，是对吧？对，他唱出不同的感觉。哇，音乐的可能性太多了。谢谢婉芝，也谢谢各位音乐家们，谢谢。谢谢。我就完全没有想过它是一个摇滚，它带给我的那个冲击完全是意料之外，但是我就觉得好好。最喜欢的就是别忘了还在练功的我们，就是给我们自己的一个激励，修炼自己，让自己有这样的心性和内核去抗衡，去丢掉那些烦恼。其实婉芝今天带来这个作品啊，原唱大家都非常熟悉，陈小春老师的，对吧？很惊喜，也非常好奇，为什么会选择这个作品来改编呢？因为我自己也很喜欢听 OST 的，然后我就想，我做古惑仔会怎样呢？但是发现，如果我用这个很凶的去唱，有点搞笑了吧？所以就换成另外一个角度去演绎，就邀请了易家扬老师去写歌词。因为大家都很忙，生活都会有很多事情要做的。那如果可以拥有这几分钟的忘我的快乐，多好啊！不如就从这个方向吧。那我收到易家扬老师的歌词，也非常感谢他。好像，我在密密麻麻的生活当中，我唱歌的这几分钟，起码我自己就很享受了。但确实，他这一版是那种传递出来的东西，但之前的原版是有一种，就是自己一个人，很拿范儿，是霸道一点的啦，霸道一点的，对。相信也很好奇，原唱陈小春老师他的听完之后的感受是怎么样的呢？欢迎陈小春老师。自带 BGM。我在电影里面，每次这个音乐响起的时候，你走出来不是刚刚那个样子。哦，不是那种了。哎，他真的很可爱啊！对啊，搞笑了。刚才那个版本我也想在演唱会这样子，太可爱了。
你喜欢就好了。我喜欢，很快乐。我很羡慕啊，他刚才看那种，嗨了已經。快樂風箏，我任意闖萬中一幕，我定我寫進我的法律，最好什麼間屋的野狼。哎呀，好玩好玩。所以这段旋律大家知道一曲双译，现在又有一个版本了，叫《快乐封神》。刚才春春为我们带来的是一首《哪吒》，当中呢有一句词特别的抓人啊，就是那句“都藏好了吗？”都藏好了吗？其实它原本不在这个歌曲的歌词里面，但是我看这个电影的时候，其中这一句我每一次都会笑，所以我就很想把它加入到这首歌曲里面。那其实春春很擅长配音的，今天在现场要不要来尝试一下哪吒的配音，四川话的版本？哦。我是小妖怪，逍遥又自在，杀人不眨眼，吃人不放盐，一口7、8个，肚子要撑破，茅房去屙屎。想起王呆子。谢谢他们与我们分享的故事经历和美妙的音乐，谢谢。我很喜欢芝芝，这是我第一次看芝芝的摇滚现场，她变成一个很可爱的动漫摇滚小精灵，她完全呈现出跟乱世巨星是另外一种态度，她把原来的那种很自我的快乐变成一个很大众的快乐，是我很喜爱的舞台。李宇春老师这个版本了，跟原装的版本很大的分别，变成了很通透、很轻松、很自然的李宇春风格。李宇春老师的这首歌带给我气场的感染力，平和、自由、安定，这个是我最喜欢他的一点。帕遮糖和碱醇，国悦无双由君乐宝碱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国悦流光碱醇无双。上 Z 世界 APP 看纯享舞台，赢节目录制门票，成为 Z 世界会员，更多入场券、亲签照等你拿。国语好听，碱醇好喝，我们一起开始碱醇超顺时刻。帕遮糖喝碱醇，好音乐看碱醇。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请举起你们手中的碱醇和月球灯，让我们一起喝超顺，益顺百顺。打开抖音搜碱醇酸奶旗舰店，君乐宝官方旗舰店，下单节目同款，享碱醇定制好礼。在最后一轮无双曲的演绎之后，我们将为大家奉上一个惊喜舞台。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国乐无双 IP 战略发起者张杰，让我们共同沉浸式的聆听歌声里的隐秘心绪。这次我唱的是《龙》这首歌，它的编曲、节奏以及它的歌词，其实跟这个电影非常契合。给人一种在牢笼里面想要冲破的感觉，但无能为力。它既承载了电影的厚重，然后又给观众带去很多的遐想空间，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 OST 制作。我曾经的龙的话，应该是内心有一个龙，就是把自己罩住，感觉都很难呼吸的那个状态，应该就是在19年前上台唱歌的时候，你脑子里面有很多的干扰，会让自己唱得非常的不自如。就那段时间是我最难受的时候，每次我上台唱歌，我都会要签署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就会让我自己觉得很难受。拿了冠军之后，然后让我在后台有300多个记者要访问我，我就说8个字，我都是很难的。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我就觉得自己不太适合做艺人。
那段时间是我最难受的时候，大家只能从我表情上看到我的木讷，但是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其实那个时候也很渴望跟外界去交流，但是那个时候因为自己的紧张和担心和不自信，才会内心有个牢笼状态把自己框住的感受。到现在回看那个时候的我，虽然我感觉人在牢笼，但是我心里面会知道自己未来终究会飞得更高。你是靠什么来支撑自己？我觉得就是提升自己，锻炼自己的心智。你内心强大了，外界自然就不同了，这样才可以让自己走到另外一个状态。我看到你们有人在偷偷的抹眼泪，我很理解。我觉得很多事情在于你背着它在走，只需要转个身，因为太阳永远在。有些时候只是你选择了背着它在走。我唱《龙》这首歌，也是想让大家去冲破自己内心的牢笼。其实这个的编曲我跟石头讲了，保留原曲的味道，但是增加更多细节的音效，比如说像那个水滴声。深海中那点光昏暗的诱惑。刚刚有个地方我没有卡到，自己有些 free 的东西，混响的部分让它再远一点。明白，高音的混声那种。对对对，有一个吟唱完了之后低音的嘛。对对对。最后一句的时候转成了粤语来完成这首歌，就像是一个人心的两面一样。粤语跟普通话就是光是不一样，普通话是蓝色，粤语是红色。哎，就像救护车的时候，它一转一转的时候，它有这个的感觉。看怎么样去制作这个光，因为会给大家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画面感。我也希望能够在现场的时候，通过我的演唱和这个编曲里面的小巧思，那一定会有不一样。让观众能够第一时间能够感受到我的这个版编曲有那种冲破牢笼的状态。深海中那点光昏暗的诱惑，他以为抓得住名为爱的泡沫，人心扑朔灰色，幽蓝如墨，怎么猜透看透故事的结果？我这与我牢笼，为何等待都徒劳无功？为何求忍者也像困兽？越珍贵越浪费，致命的伤，诞生越亲密，越追问越无解，哪有答案？不过是咒语，都在笼中。有幾度盼望到最後會得救，卻未有發現到背叛那需理由。昨天我心聲的更輕枯無，插心力的匕首，因你跌血流。為何最終善良面孔到你心情仍逗了噩夢？為何人生亂爆如迷宮？有愛的人神最愛作弄。
么疼痛，为何爱我着把我葬送？为何拥抱那么疼痛？为何爱我着把我葬送？为何港湾会变作迷宫？为何镜中人失去面孔？为什么越珍贵越浪费？致命的伤，诞生越亲密，越追问越无解。哪有答案？不过是咒语。爱不爱我？张杰，我从认识他到现在，一直都是唱得这么好。杰哥的龙很好哎，我觉得男生和女生唱就是力量感不太一样，能量很足的一个表演。龙这首歌，我觉得有挣扎，有欲望，还有清醒，所以跟三本木我们一起把这个词的部分也聊得很透彻。新的编曲呢，跟石头聊了，我希望能够在唱出来的时候有更多的拉扯感、留白式的氛围感。人心在深海里面，他的希望也好，他的内心的挣扎也好，随着这个深海往下落的感觉越来越深，深不见底。但最后还是希望大家看到一丝清醒，对爱的清醒。希望大家能够在爱的里面把自己放在一个对等的情况下，我爱自己，我同时爱着这个人。谢谢，谢谢大家，谢谢，辛苦了，这边稍息休息。国乐无双全民共创金曲封面微博活动正式启动，在微博带国乐无双全民共创金曲封面国乐无双话题发博，晒出你为当期节目金曲队伍设计的封面，将有机会成为我们的官方金曲封面。欢迎大家踊跃投票参与。又到了超顺口播的环节了，简纯超顺口，一口超顺，顺风顺水顺财运，工作顺，财运顺，生活顺，学业顺，感情顺，心情顺，喝超顺，一顺百顺。辛苦辛苦了，各位无双唱将们辛苦了，咱们就一起拿起简纯庆祝一下吧。 OK，cheers！ 来，干杯！干杯！干杯！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揭晓本期的排名。国乐无双第3期胜率更高的队伍是。 恭喜春之宋祖！哇，金唱片！来祝贺！谢谢队长，队长有仪式感。你们的歌曲呢将被收录进我们的金曲池当中。那么现在呢，就有请在我们的金唱片上签上你们的名字。 请你们把这张唱片放在无双空间当中做永久展示，各位演绎的金曲也将被永久珍藏。再次祝贺！第一次获得金唱片，好开心啊！超开心的，音乐就是很神奇的，它就是从灵魂出去的一种表达，而且很直白的方式去跟大家沟通的。这首歌能够给大家带来力量，也激励了我，就是未来不管 遇到什么失败啊、挫折啊，勇往直前就行了。国乐无双这个舞台，对于喜欢做音乐、喜欢听音乐的朋友，绝对是个福气。我觉得能来国乐无双唱自己非常喜欢的歌，
就是很幸福的事情。让我来国乐无双，就是老天给我的礼物。这个节目在做一件非常大胆的、很勇敢的一件事情，把一个需要时间去消化的一个创作过程浓缩到一期的节目里面，其实就是在挑战极限。我觉得这个特别的吸引我，我也想挑战一下极限。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创意的节目，不管是普通话填成粤语，还是粤语填成普通话，我觉得都是有一定的挑战的，因为我们是在跟经典去 PK。这次我觉得在国乐无双，我觉得它有一个新的意义。大家可能拿出来的歌曲都是受到很多的歌迷喜欢的，那你自己要再去改编这个歌曲的时候，还会想在这个国乐无双的舞台上，尽量给大家呈现一些不一样的内容吗？其实 OST 能够让更多的人去了解歌手，也是一个歌手跟更多观众交流的一个机会。他需要被更多人听到，他需要被更多的音乐人把这些经典的歌传唱出去，传承下去。Bad boy。小春哥的这首歌就是非常的嗨，一下子场子就被他给点燃了。钟老师这一次更加松弛一些 ，chill 的，他自己在台上我也觉得很自在。罗云熙老师他是一个非常努力的一个艺人，所以我非常期待他这个舞台的呈现。盛一纯这个演出可能是我今晚最有感觉的，这是音乐，这是舞台。亚轩老师现在的状态应该是刚刚从幼年期突破到成长期，还会有完全体或者旧集体的感觉。王婉之是一个表面上看起来淡淡的，但是我觉得她内心的情感非常的丰富。杏花姐这首歌就是把她曾经的经历都暗藏在了这首歌当中。比比姐就是一个对音乐非常认真的人，她一直以来也在音乐上尝试非常多。也参与讨论，观看更多节目精彩内容，一起比一起好，他把这首歌从此推到一个新的境界。